我是米妈。接下去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款非常非常可爱的小雏菊的钩法。这一款小雏菊的话呢，我钩了很多的版本，然后最后的话呢，就确定下来跟大家分享的。看一下我们这里的形状很多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我试钩的结果。好，拿出我们要钩颜色的线，先拿出那个黄色或者绿色的这两款呢，就是这个花苞跟花蒂的话呢，是钩法呢这里呢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都可以绿色线或者黄色线拿出来更可以的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加仔细的话呢，我用了稍微粗一点的线给大家演示，大家忽略一下我线的颜色跟粗细，跟着往下钩就可以了。好，环形起针，这根线绕我们的手小拇指绕过来，再绕过这3个手指，手捏住这里。拿起我们的钩针，钩针上头钩针给大家的话呢，用的是这样子的，我们材料包呢是送这样子的一个钩针的，用粗的这一头进行钩织。好，我现在习惯用这个了。好的，我们这样子捏住它，然后的话呢，这根线绕我们的身体方向绕一圈，手呢捏住这2根线的地方，要一直捏住它。钩针这样子放在线的下方，绕线，钩针头往下压，然后呢把线这样子直接给它拉过来就可以了。拉过来之后，钩针上这样有一个线圈了，然后这里的时候新手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手不要拉太紧，不要用力的往外拉，不然的话呢，钩针上的线圈太紧，我们呢接下去就不好容易钩织了。我们给它稍稍往上提一下，这个线圈的话呢，比钩针这里呢稍稍要大一点点，稍稍往上提，然后呢这个就固定这里，不要拼命的往外拉哦。好的，然后钩针绕线，钩针头往下压，前面的线圈拉过后面的线圈，拉过来，然后这样拉一下，让钩针上的这个线圈呢稍稍大一点点，比钩针稍微大一点点。好的，这个呢起立针就钩好了，这个不算针数的，一共呢是钩8个短针。短针的钩法，钩针穿过去，然后绕线，拉的时候我们都要注意，钩针头都是往下压的，这样子拉过来，钩针上呢有2个线圈，绕线，右钩针头往下压，这样子一次性拉过这2个线圈，这样子第一个呢短针就钩好了。第一个短针钩好之后，我们在第1针的位置呢给它扣上记号扣，给它扣上记号扣，就是这个 U 型的位置，看到没有？钩针下面的这个 U 型的这个 U 型的一个位置，给它扣上记号扣。我们这样子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位置，这个是第1针的位置。我们一共呢是钩8个短针，这样子1针钩好了，钩针穿进去，放在线的下方，绕线，拉过来，稍稍往上提，让每一针的针目呢都差不多一个松紧度，绕线，一次性拉过这2个线圈，这样子呢是2个短针了。好的，同样的方法，稍稍往上提，再绕线，拉过来，3、4、5、6、7、8个，这样子8个短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记号扣，这里开始呢是第1针，1、2、3、4、5、6、7、8，一共呢是8个短针。8个短针钩好之后呢，我们把这个线圈呢，就是把这个线圈呢给它拉紧，这样子直接给它拉紧。然后呢，如果是绿色的这一圈的话呢，你可以不用给它拉的那么紧，因为等一下这里要穿细铁丝。然后呢，黄色的这根线的话呢，我们给它拉紧，因为头部这里的话呢，不需要给它留孔。好，然后这根线就不用管它了，跟第1针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
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穿进去。引拔针的钩法，然后钩针绕线，把线圈呢这样拉过来，拉过来之后，钩针上有2个线圈了，然后用前面的线圈继续拉过后面的线圈，拉的时候钩针头往下压，拉过来，继续拉过后面的线圈，拉紧，这个要拉紧它哦。再钩一个起立针，钩针绕线，拉过来，线圈稍稍可以留大一点点，然后呢，在我们刚刚引拔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刚刚扣记号扣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看得清楚吗？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它钩上第一个短针，这里钩上第一个短针，第一个短针钩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同样给它扣上记号扣，这里。同样给它扣上记号扣，再继续，然后下一个针目是这样，整个 U 型都要穿透，这样子。我们看一下，正面看呢是这个样子，然后往上看是这个样子，这样全部给它穿透。然后呢，第2圈是不加不减8个短针，绕线拉过来啊。继续下一个针目3，再继续下一个针目4。我们钩了4针这里的时候呢，可以让它反方向的时候，给它这样子往外面，往身体的外面方向给它捏扁一下。好的，然后下一针目这里。穿过来，往身体的反方向拉一下，5，再下一针，6，再下一针，7，再钩下一针，8。这样子，这一圈钩好呢，一共是8针。8针的话呢，钩完了之后，很多新手朋友会发现呢，我们看一下，就是跟第1针扣记号扣这里呢，看起来好像还有2个针目，这个是我们拉紧的引拔针，这看不太出来了。还有这个起立针，这个呢都不算针数的，就是这个开口我们就忽略它，不要管它就可以了。直接呢跟记号扣，我们给它这样往外捏扁，给它这样子捏扁。在记号扣这个位置呢，直接引拔就可以了。这样穿进去，引拔针的钩法还记得吗？钩针绕线拉过来，钩针上呢有2个线圈，用前面的线圈继续拉过后面的线圈，钩针头往下压，拉过来，然后拉紧。这样子的话呢，这样2圈就够了。然后留线的话呢，大概留个这样子，也不用留太长，5、6厘米差不多就够了。6、7厘米差不多，这样子就钩好了，给它拉紧一下，钩好了。这根线的话呢，就不用管它。然后呢，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的花苞跟花蒂的话呢，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子的步骤呢，我们给它勾起来，这2个颜色给它按照这样子的步骤，我们先给它勾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接下去我们就是在黄色的花苞这里的话呢，钩织我们的白色的花瓣。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我是拿有颜色的线呢进行一个钩织。然后的话呢，入针位置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花苞上面的话呢，这个针目呢是每个针目都是这样子2条线的，这样看到没有？都是这样子，上面有2条线的，靠近我们身体的半条线，还有就是远离我们身体的半条线。然后我们这一圈钩织的话呢，全部是钩在靠近我们身体的半条线，然后里面这个不钩。因为我经过这么多的试验，我现在就得出这样子钩织起来的话呢，就是这个花苞更加圆润好看。好的，这个是一个小技巧。我们首先呢拿出要钩织颜色的线，白色线哦。我现在用这个线演示，然后
这根线先绕过我们的小拇指，然后呢再绕过这3个手指，跟起针一样，然后捏住这里。捏住之后，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刚刚就是引拔的一个位置，我们呢可以在引拔的前一针这里，前面的这一针，这半条线半根线这里穿进去，里面的半根线不勾。好，这根线的话呢，可以给它稍稍留长一点点，让它等一下我给它那个一圈呢，给它全部都勾进去。好的，这样子手呢给它压住，然后呢钩针绕线，直接在这个线圈这里拉过来，拉过来，拉过来之后勾2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钩针绕线，钩针头往下压，拉过来1，继续钩针绕线，拉过来2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然后呢在我们刚刚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刚刚勾辫子针的这个位置呢，这里给它呢勾上2个长针，长针的勾法，钩针绕线，然后穿进去，注意一下，把这根线的话呢放在钩针的上方，给它一起收进去，再钩针绕线，拉过来，有钩针上呢有3个线圈，然后再绕线，先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下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这样子呢一个长针呢就勾好了。然后我们继续勾第2个长针，钩针绕线，然后同一个位置进去，然后这根线的话呢就一直要放在钩针的上方，给它收进去。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下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再继续，然后我们勾1个辫子针，2个辫子针，再引拔在同一个针目这里，同一个针目这里，同一个针目，同一个针目勾好之后的话呢，然后呢再给它引拔到下一个针目。这里下一个针目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我们看一下刚刚这是引拔的位置，这个位置怎么找哈？刚刚就是拉紧的这一针呢就不算了，我们就勾在这个针目里面就可以了。刚刚就是引拔这个位置，这个引拔针这里拉紧的这一根呢是不算针数的，我们是勾在这个大的可以勾的那个位置。好，再引拔过来，在这里，然后把这2根线，就是我们放上来的跟原来的这根线一起放在钩针上方，起针的这根线不用管它。再过引拔针，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这样子引拔过来了，这样子呢算一个。这样子一个花瓣呢就完成了，接下去是重复的一个动作，先是2个辫子针，1、2，然后呢在同一个位置，就是我们刚刚勾引拔的这个同一个位置呢，勾2个长针，勾2个长针，1、2，2个长针，2个长针勾了之后呢，是2个辫子针，1、2，在同一个位置进行一个引拔，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手可以捏住这里，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拉的时候钩针头往下压，这样更容易给它拉过来。拉过来之后的话呢，我们记得这里的话呢，要再进行一个引拔，把它引拔到下一个针目，引拔到下一个针目。下一个针目的话，我们记得都是看到没有，都是勾半条线的，不用勾整条线，就是靠近我们身体的半条线就够了。好，这样子穿过去，然后这2根线同样的放在钩针的上方，给它勾进来，引拔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这样第2个花瓣呢就勾好了。然后我们继续开始勾1、2， 2个辫子针，然后呢在同一个位置勾2个长针，都是重复的一个动作啦。1个长针，同一个位置
2个长针，在1、2，两个辫子针，然后呢，同样的位置钩引拔，引拔之后呢，然后呢，再引拔到下一个针目，这个针目钩好了之后呢，引拔到下一个针目，都是钩这么半条线的，然后把这2根线呢一起放上来，这2根线的话呢，要一直放在里面，这样子绕一圈的。好，继续2个辫子针，1、2，再是2个长针，1、2，再是2个辫子针，1、2，在同一个针目引拔。引拔之后的话呢，就不要忘记，然后我们要引拔到下一个针目，这个针目钩好了，不要漏针哈。这里钩好之后呢，就是钩在下一个针目这里了。这2根线放上来，都是一个重复的动作。大家熟练了之后呢，就不用看着我视频，自己直接往下钩就可以了。1、2，因为这个花瓣所有呢是一模一样的动作。好的，我们呢就是跟大家一起完成它好了。1个长针。2个长针，再2个辫子针，1、2，同一个针目引拔，再呢引拔到下一个针目，这里，然后这2根线呢放上来，再引拔过来，引拔过来之后的话呢，这2个辫子针，1、2，然后呢同一个针目。1个长针，2个长针，1、2，同一个针目引拔。如果我们钩织过程中发现线闪了的现象呢，很正常的，不用担心，给它钩回来就可以了。钩过来之后呢，在下一个针目这里引拔，把这2根线继续放在钩针的上方。我们这一圈的话呢，全部要给它收紧，收过来。好，1、2，因为有作用的，等一下就知道了。2个长针。这个方法的话呢，就是我试验了很多之后，然后呢，就是最后得出来的一个经验，然后给大家分享到1、2。引拔，再引拔到下一个针目，最后一针了，这里最后一针了。好，这2根线的话继续放上来，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2个辫子针，1、2，然后呢在这里1个长针，2个长针。再2个辫子针，1、2，在同一个针目引拔。引拔之后，这一圈完成了1、2、3、4、5、6，一共8个花瓣。完成了之后的话呢，然后在第一针，就是第一针这个位置进去，我们再给它一个引拔，继续放上来，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然后呢，再钩一个手针固定，钩针绕线拉过来，然后把线剪断就可以啦。把线剪断，然后这根线先放边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2根线，我们不是收了一圈嘛？这2根线到这里最后的时候，它的作用是什么呢？现在告诉大家，你给它这样捏住，给它拉紧，这样子给它，你看一下，这样一拉的话呢，这个花朵的话呢是往里缩的，就是这个花朵的形状的话呢，我这样一拉的话呢，这个形状就是往内缩的，缩了之后的话呢，然后这个花苞的形状的话呢就凸出来了。然后为什么我要用钩，就是内半针，就是钩的是那个外半针，就是靠近我们身体的半针的话呢，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让这个花苞的那个形状的话呢，凸起来会更好看。所以的话呢，都是一个小细节。方法的话呢，其实这个钩织很简单，我们小细节做好了，花朵钩起来更好看一点。好，这个拉紧之后呢，这里不是还有一根线，我们最后结束的这根线吗？给它往我们的
花朵内部给它拉紧，这样子拉紧，拉紧之后拿出我们的缝合针来，拿出缝合针来给它呢长线长一下。我们给它这样子长线，就是长在这个内部就可以了。你看，就是这个里面的这样子任意的位置，给它这样穿一下，穿一下，拉紧。这样子一个拉紧的话呢，让这个花呢闭环闭起来更好看。拉紧之后，然后剪断它。再呢把那个也剪断，这个里面这根线先不用管它，然后这里拉紧了线圈之后的话呢，给它沿线也给它剪断，但剪的时候注意一下，不要把其他的地方剪断了。然后这根线的话呢太长了，你放进去也不好，我们就给它稍微剪短一点，然后拿出我们家都会有赠送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接嘴链子，拿起它呢给它塞到这个花朵的中间去，给它塞进去，这样子。然后你感觉就是不好塞的话，你给它剪短一下也无所谓，这个都没关系，就是给它搓也像搓搓乐一样，搓紧实了，它就好了，给它这样子塞到里面去，不要把它露出来哈。就是有一个小细节注意一下，给它这样子塞到里面去，不要给它露到这个外面来。等一下的话呢，我要进行一个胶棒粘合，然后露到这里来的话呢，到时候会粘不牢固度不好的，所以的话，我们这个花这个毛线头呢要在里面的，要收到里面去。然后呢，这边是这个样子，这边是这个样子。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花瓣呢就做好了。最后呢，进行组装了，我们要把这个花蒂呢跟花苞呢进行这样子的一个组装，然后呢拿出我们的细铁丝来，这样子的一个细铁丝，然后给它从这样子对折起来，看一下这边对齐，然后呢这边给它进行一个对折。如果你想要让这个花更长一点的话呢，你不用对折，然后就是稍微错开一点，然后这里的加长一个长度也可以，然后你感觉这个长度够的话呢，就中间对折就可以了。好，对折好之后的话呢，我们给它这样子搓一下，这样子给它拧一下，就是这样子给它拧一下就可以了，就很简单，特别的简单，因为这个拧起来的话呢也是比较轻松的。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就是我们勾好的这个先呢钩针穿进去，把这根起针的这个线头呢，把这根线头给它拉到我们底部来，给它拉下来，给它这样子拉下来，拉下来之后，然后我们这个拧好的给它穿过来，这样子给它穿过来，这个直接放在这里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还有这根线看一下，这根线的话呢，我们然后是这个是引拔的这根线，然后我们在边上的这个钩针从这个小花蒂的内部往外这样穿过来，然后呢把它拉到里面去，给它这样拉进来，拉进来之后的话呢，把这根线头的话呢填充到我们这个里面去，给它这样子填充进去，给它填充进去，一边填的时候这里按一下，这样子填充进去，然后呢这样子搓，看到没有？我们这上面的话呢，这样子一个平面，包括我们钩织的，包括这样子的话，让它形成这样子一个平面。然后的话呢，我们在上面涂胶涂好之后的话呢，直接粘合在上面。这个方法的话呢，是我试了很多之后缝合然后怎么样，我用了很多方法，这是一个目前感觉到最完整，就是最完善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样子的方法呢，又简单又好看。好的，拿出我们的胶棒会赠送给大家，然后打火机需要您自备，这个是不能记的。我们的话呢，用这个燃烧一下，记得用蓝色的火焰烧，一定要用蓝色的火焰烧，不要用那个黄色的火焰，然后让旋转一下，让它胶融化起来。然后燃烧之后的话呢，在这个表面，就是表面给它涂抹，要给它，你涂的时候的话呢，不要涂到
表面外面去，整个都给它这样子涂抹好。涂抹好之后，然后拿出我们这个，或者是你给它这样放着，一个手拿着，一个手给它这样对准，一定要对准中间的位置，给它这样手按压一下，这样子，2个手按压一下。大概呢，你心里默数一下10下就差不多了。然后呢，我们组装的时候的话呢，你家里有胶枪的话呢更方便，涂抹就直接好了。没有胶枪的话呢，就用这个方法进行一个就燃烧，这样子也可以。这样子固定好起来的话呢，底部就是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底部跟它的贴合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完美。然后呢，上面的这个花苞的形状的话呢，也不会因为缝合，然后这个花苞的形状会进行一个改变，或者说是就是变形。好，等它牢固，我们钩织的时候可以等它就是很多都这样浇好了，然后把那个放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拿出来，我们进行拿出线来进行一个绕线。好，最后进行一个绕线，然后我们这里不是刚刚最后拉出来的这里的可以给它拉一下，让这个线圈呢收得更紧一点，然后给它剪短一点，不用太长。我们这一款小雏菊的话呢是不需要叶子的，就直接给它那样给它那个绕线绕下来就可以了。这样子有一大把这样满满当当的感觉就很好。看一下我们这个绕线之前这个线呢，这里稍微留一点点，然后捏住这里，然后这根线这样子绕，这样子绕，前面可以这样子绕2圈，然后再接下去依次往下绕线。绕的时候注意一下，就是你要所有的地方都要绕到，然后不要绕重复，就是依次的往下绕，然后有这个线头的时候的话呢，往下这样捋一下，然后这个也往下捋一下，就每一点的都是捋一下，不要让这个线头露在外面，不然的话会不好看。然后这样子就是到这里接口的时候呢，给它这样好。这个绕下来之后的话呢，接下去呢还剩下的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用旋转的方法，这个样子就比较方便了。一个手这样子拿的，一个你自己看一下吧。你怎么样顺手的话呢，就是把线给它绕完就好了。这个你随意的都可以，你自己想到一个方法，怎么样的方法都是可以的。反正我们给它绕线绕起来就可以了。然后绕到最后的时候，反正我们就是给它不好旋转的时候，我们只能用这样子的慢慢的方法给它绕过来就好了。不管它这里起不起都没关系，反正我们就一直绕到最后。然后剩下一点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注意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手这样子拿着，这个手呢绕过我们这个手指，然后大拇指捏住这里，把这个环呢这样子取下来，然后把这个线剪断。用剪断的线呢，就是套过这个环，这样子从这个环里面套过来，然后呢给它这样子拉紧。拉紧之后的话呢，就是会把这个线圈的话呢，就是在这里呢进行了一个固定，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固定。其实也没关系哈，这个吸铁石这里也可以呢，把它夹在这个吸铁石的中间固定也是可以的哈。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打火机呢，进行一个燃烧，这样子，给它，记得还是用蓝色的火焰。给它这里涂抹一下，就是这个胶水涂抹一下的作用的话呢，就是让它不要那个，还有就是这个免得戳到人，然后的话呢，就是固定的位置上，让它不要这样脱落，给它这样子固定一下，这样就可以了。好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个小雏菊的话呢就做好了。大家呢钩织当中的有不懂的话呢，可以淘宝搜索一下“米妈手作幸福编织”来问我。祝大家钩织愉快，祝大家都幸福哦，拜拜。